我们继续往前行啊。西伯利亚大铁路串联了莫斯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铁路网路，全长9289公里，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呢，通往了蒙古国，通往了中国、北韩的支线呢。1916年连接了莫斯科还有海参崴。这条铁路在1891年到1916年，在亚历山大三世啊，跟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尼古拉二世也是啊，那委托交由俄罗斯政府监督而兴建起来的铁路，还是老外的强项啊。中国的铁路最早也都靠老外来盖的，对吧？啊，都不是中国人自己搞的啊。所以呢，中国人只有出劳力帮忙盖铁路的啊，可以新建铁路的都不是中国人啊。所以呢，铁路在完工以前呢，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这儿写下了游记。那在这里呢，透过连接西伯利亚铁路跟厄达尔港，这里哇，太多哦，巴勒斯坦呢，等等呢，都有来这边取经的，都希望呢能够走向这个地方。铁路呢，跨越了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呢，也有这附近也有很多支线铁路了，跟它在一起。而全长9000多公里，你知道吗？时间啊，表了掉不了啊。人生就是这么的侠义，对不对？看着外面的景色，静静的坐在这里面，有时候啊，无声胜有声了，就像去西藏一样，坐的这个青藏铁路一样啊。这些漫长的铁路，世界伟大工程的铁路呢，都是让人呢能够平心静气的坐在上面，看着美丽的风景。西伯利亚铁路的主干线，莫斯科的维罗斯拉夫尔站啊。它通过的地方非常的多哦，一路前往了它的远东地区，也是亚洲地区的海参崴哦。那经过了西伯利亚南部，它主要是2条路线，第2条路线则是途经了满洲铁路，所以这条铁路有必车啊，它有分线啊，有2条铁路啊，所以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西伯利亚的铁路啊，很奇怪，因为烫去哈尔滨，各有烫去海参崴，各有烫去满洲里啊。其实是支线啊，支线啊，来啊，我们必须用走的哈啊，还是得走，还是要走啊，行李给人拖。亚罗斯拉夫尔、车里亚、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这些都是他经过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伊尔库茨克富豪之家。我们在俄罗斯，我们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很多人会以为西伯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哈，西伯利亚是在俄罗斯，它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称就叫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哦。你看看，我们一进来，马上看到的是什么？伊尔库茨克富豪之家这种标准的2式建筑。2式建筑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因为冷啊，所以呢，他们盖起来的那种木质结构呢，都非常的厚实啊。那你看到了富豪之家，那你也就知道了，他绝对不贫穷啊。玩城市，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老的房子，大部分窗户都有这东西。那这个呢，什么意思？这是太阳的意思。太阳啊，太阳有太阳，那什么都会有的，对不对？太阳保护我们的，给我们暖和，对不对？还有，对，像这个窗户是不是有一点像蒙古的那种风格？蒙古的或者亚洲的风格，对不对？有一点像，特别上面的那个。因为西伯利亚还是亚洲的一部分，对不对？俄罗斯人来这里只有350年，或者2个马，什么意思？一个是过去的事情走了，一个是要来的事情。
那过去就过去，代表未来。对对，一个是代表未来，过去幸福走，幸福要来了。列库兹克天主教教堂。如果你了解俄罗斯，你就会发现这个天主教教堂有多么的特别了。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的地方，而这里却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呢，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天主教跟基督教，是关转不港来各自其政哦。所以呢，来到这里，我们将看看最特别的，在这个伊尔库茨克的救世主教堂，它也可以称为叫做波兰的天主教教堂。在19世纪，被流放的波兰人曾经在这儿建过一座木质的教堂。到后来呢，木质的教堂呢，不幸呢被损毁之后呢，又在原来的位置呢，再重建了一座新的石质的教堂，就是顶尖的哥德式的罗马天主教教堂。也是因为是波兰人建，所以呢又称为波兰人教堂。外观是红砖色的哥德式建筑，比如在这都是东正教的地方啊，有个天主教，这很特别哦。因为当地大部分人都信奉东正教，这个教堂是波兰移民100年前所建造完成的哦。每个教堂的外表的一些细节，它们代表一定的教义。大家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你们觉得这个教堂长得什么样子？它模仿什么形状？是不是有点像船？船哦，你说形状，它的形啊？它的形状是什么？船哦，有吗？船头比较扁。这个是在基督的带领下，幸福这个罪恶的世界，步到平静的港口天堂，有这么一个意思。第二个是十字架。斯博斯卡亚教堂位于安加拉河畔，是一座传统的东正教的教堂，建成于1706年，是伊尔库茨克历史上的第2座石头建筑。在这儿，我们从天主教堂看到了当地民众最大、最主要的东正教信仰的地方。在整个俄罗斯，你绝对有看不完的东正教教堂。东正教教堂带来的那一丝奇幻的美丽，更适合，更让大家一探它的神秘美丽的教堂风范。
建立于1661年呢，这座城市呢就位于安加拉河的山谷当中啊，也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工业、商业、文化跟科学中心呢。这个地方城市是家庭，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口呢，也是西伯利亚最多的，有60万的城市家庭居民啊，住在这里啊。从我们看到的波兰教堂，对不对啊？然后还有第2座的这个石造教堂呢，我们现在又来到它的胜利广场，而这个胜利广场的上面呢，也会有一个长鸣，这也代表着俄罗斯的历史。伊尔库茨克是俄罗斯21座持续燃烧这个长明火的城市之一啊。纪念碑上面的长明火是在1975年的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3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它就被点燃的啊。纪念碑大理石上刻上的意思呢，是西伯利亚你和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胜利。这就是什么？以前曾经为了这一块土地而牺牲的战士们，为他们点燃的那一把火。战争非常残酷，战争非常无情。历史上，也许到了现在这一刻，世界上依然不停的在战争着，从来没有停歇过。那战争很可怕，战争也很无情，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战斗的那一方，他永远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一块土地。所以这些战士们在全世界各地，几乎军人们大部分都会被拥载着。安加拉河，一条长1779公里的河流，在俄罗斯东南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边疆区域，它是流出贝加尔湖的唯一一条河流。我前面也提到，贝加尔湖基本上有300多条的溪流、河流流进去了贝加尔湖，但从贝加尔湖流出的也就只有这么一条，叫做安加拉河。这里从前居住的人民，也是蒙古的后代居住的地方。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安加拉河，看看这一个带给伊尔库茨克非常重要、西伯利亚唯一的出河口。年轻人在那边，你们看到一个教堂，对不对？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个教堂结婚的。我跟你们就说，年轻人从那里走过来的时候，他们2个会提前准备那个星星的锁，星星的锁，他们上面会刻他们2个人的名字，然后他们婚礼的日期，后来在这里锁上。来到了最主要的一个教堂，叫主显节大教堂。建在17世纪，最早的主显节呢，在16世纪也是木质教堂。到后来呢，以前的下一个教堂拢做到祝融之灾啊。
之后就重新的修建起来，安哥拉河岸重新修建了这个主显大教堂，它也是伊尔库茨克第2座古老的石质教堂，外表比较花俏，那这个可以看得到标准的圆顶式的，至今保存得非常的良好。漂亮的教堂，白色的亮节方式长方形、圆柱形、三角锥，嘿嘿，这有一点像数学的组合图案，有没有啊？还有这个旁边金色的洋葱头的造型，衬托着这个主显节大教堂。而在它前面就是安加拉河所以安加拉河畔看得到主显节大教堂，就特别的一个显眼。那一样建造的年代是一样的在17、18世纪呢都是这个样子。教堂的内部穹顶也都标示着一般东正教标准拥有的什么石壁画那包含内墙、四周、外围等等呢，都有这个耶稣、圣灵、先知、上帝4者的形象，全部都是东正教的标准配备你看它当建搞款画像是最多的，天主教呢雕像是最多的。主显节大教堂树立在这里，这也难怪俄罗斯很多的东正教教堂呢都被很多人认为就像童话一般的城堡很有童话故事的氛围最主要是它很多的石壁画还有很多的尖顶造型就树立在整个教堂外面，所以让它的颜色呢比较缤纷、比较多彩。那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12党人故居，那12党人故居当然一定要提起的12党故事咯。讲起了他的起义，在1822年12月26号发生，有俄罗斯的军官，俄国的军官率领着3000名的士兵，对当时的帝国俄罗斯政府的起义等于是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12月，因此有关当时起义的所有的人都被称为叫做12月的大那这一次的革命的发生是在圣彼得堡的元老院广场，在1925年，苏俄为了纪念这场革命发生100周年，就将他那里当时革命的地方，把它叫做12月党人广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12党人故居，因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受到了欧洲的启蒙思想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当时的法国大改后的法兰西第一个帝国对俄国的影响最为深远。那当时叫俄罗斯，后来才变苏俄，现在又变俄罗斯嘛。那在18世纪的时候，俄罗斯在奥斯特里战役败给了法国之后，当时俄罗斯的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更高涨了，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前俄罗斯是自由民主的后来才变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变成了什么苏联嘛。那在当时呢，反法同盟最终打败了拿破仑在欧洲前线征战的俄军凯旋归来，战争期间与法军作战的俄国军官看到了西欧的繁荣跟先进呢，反观当时自己的国家仍旧是落后不堪，开始对专制而感到了不满。后来呢，就在当时他们为了守旧守成、固步自封的当时的俄罗斯，俄国的军人就成立了救济同盟。这个救济同盟一成立之后呢，在1818年改组为福祉同盟。政见不合嘛，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产生了所谓的要怎样？要反抗要改革，要推翻了。那在18世纪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以后，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接奉他职位的人本来应该由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来继承皇位，但在1823年的时候，他跟一位波兰贵妇成婚那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爱美人那就放弃了皇位咯。从法理上而言呢，康斯坦丁大公与之结婚呢，并不影响继承权，但他当时不愿意继承皇位，是因为哥哥参与了谋杀父亲保罗的阴谋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武装起义啊。当时的尼古拉一世调动约1万名的士兵镇压起义军啊，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俄罗斯的改革政策。虽然12月党人的起义最后失败告终，但却敲响了当时俄罗斯自由主义革命运动的钟声啊！有一个起义之后呢，人们从此以后就想要拥有自由，早跟晚而已，早跟晚而已。所以这也就是12党故居他所留下来的12党人的故事。而写上了故居，那你想这里是哪里啊？这里当然就是他们当时所居住的地方，所在这边办公的地方。那当然现在就把它留下来，让人们来这边参观哦。OK， 这就是12党人的故事。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没听过，对吧？为什么？我就说过，台湾的历史没有教那么一点，但是教到俄罗斯历史更是不太可能。这个发生在12月，被称为12月党人起义的地方，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类似像博物馆一样。看到了木造建筑博物馆，你就会想到俄罗斯的建筑史啊。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独特的木结构的传统建筑方式。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木造的房屋决定了当时中世纪的房屋的面貌。当然，所有的房屋的建设跟设计呢，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还有一种是什么？随着宗教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当然，慢慢的木造的房屋有它的缺点了，慢慢的木造的房屋由石造房屋来改变了。时代的变迁、政治啦、文化等等呢，使得俄罗斯的建筑呢，就呈现了多样化而丰富的文化资产。在茂密的森林当中居住着俄罗斯民族的先辈们。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俄罗斯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哦，所以他们就地取材，怎么样搭建自己的居所。在11世纪的时候呢，就开始在俄罗斯有人建造所谓的简单型的木头城堡。那木头城堡呢，当时的克里姆林宫就是最早建造的木头城堡。由于俄罗斯的森林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它的国土面积大到让你不敢相信，而且呢横跨在欧洲跟亚洲啊，因此呢传统的建筑是以木造为主。森林资源丰富，一直到了19世纪初，莫斯科2/3的住宅仍然是小木屋。现在小木屋对我们是很喜欢的啊，但是在过程当中被摒弃了。И что мне ветер напевал, сама не разгадаю. Во мгле кружилась голова, и вся душа пьянела. И кто мне губы целовал, не знаю, не глядела. Очнулась, таял в море дым, и таял белый парус, и чайкой белою над ним душа моя металась. Теперь в горах цветет миндаль, зовут подруги в поле. Отдай, далекий мой, отдай мою девичью волю.
概18世纪初的那个年代修的房子，具体的年龄到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在结构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明显跟我们刚才参观的有一些区别。首先，它的窗户的大小，大家看一下，比较小。对，窗户的大小也跟保暖有关系的。窗户越小，所以从外面里面流走的暖气越少，所以也是起着保暖的作用。如果比较有钱的话，你可以使用榆木，那电熨斗里面那个那个发热那个。对，榆木而且榆木它是一片一片的方式，把它连在一起要花很大的功夫，所以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所以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榆木的床。是榆木的床，它不是连体的，它都有那些小片组成的，所以把那些那个碎片连在一起，工艺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成本也比较高。
个澡堂是不是传统的澡堂？它叫黑市澡堂，黑色的黑。为什么叫黑市澡堂？你们看一下它墙上的颜色，为什么墙上这么黑乎乎的？因为这个屋子没有烟囱，没有烟囱，但是还是可以洗澡的。它本来是关的，把它拉开之后，刚刚出来的黑烟全部都流走，大概要等20分钟左右。流走之后就把它堵上，里面的空气开始慢慢热起来，大概达到60度的时候，零上60度的时候，就在里面开始洗澡。但是这个水怎么来？有看到我们当地的导游很详细的在介绍这里面的构造。西伯利亚的纬度很高，气温非常非常的低，在冬天的时候了这些都是西伯利亚的发展以及人口增长上的障碍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说它一直以来都是这种木造的房屋？其中月平均气温低于摄氏0度的月份，零下1度的这个气温呢，1年当中有7个月都是零下每年的1月更形成了北半球的寒冷中心。什么意思？就是有西伯利亚的气流寒冷的空气吹下来，就会变成了寒流来袭。同时，它也影响整个欧洲、亚洲大陆冬季季风主要的发源地台风生成于菲律宾那个地方，而寒流也就生成于西伯利亚这个地方。那在这段时间，大部分的地区都完全冬天被冰雪所封锁。我们现在看起来一片春意盎然，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整片被封锁起来的拢是冰伊尔库茨克，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从伊尔库茨克要降到另外一个火车站喽。环湖贝加尔湖，斯里江卡贝加尔港口这个火车停在贝加尔港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转在这里呢还可以到伊尔库茨克等等伊尔库茨克斯里江卡火车站这个很正常这些名字的天我做正常因为它又不是用中文来翻译对不对它这本身是用俄语，我们用俄语把它转过来。